嘿，大家好，我是蚁王，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异闻录。今天我们来开箱上手的是支持最新的扩展了6G 频段的 WiFi 6E 无线协议的高端无线路由器，是 TP-Link 的 TL-XDR10890。这个路由器除了支持最新一代的 WiFi 协议之外，它的其他参数也是非常之顶的。首先，它有2个10G， 也就是万兆的网口，一个 SFP 加光口，一个 RJ45 电口可以用来连接高性能的 NAS 网络存储。并且它还是一个3频的无线路由器，可以提供3个 WiFi 讯号，一个 2.4G 频段的，一个6G 频段，一个5G 频段，合计可以提供接近11000 Mbps 的无线带宽。并且它用的还是高通的6核心的处理器，整一个听上去就好像是 AX11000和 A890X 的合体版。最重要的是，它经常搞活动，价格只要2999。刚才提到的2款路由器都是4000元级别的所以这款产品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也知道 TP-Link 一直以来做的比较多的是高性价比的产品，高端型号它不一定有 RG 的做的这么好但是我确实是很想体验一下最新一代的 WiFi 6E 无线网络，并且这款产品确实性价比是非常的高所以我就给它买回来了。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有同学会提起 WiFi 7，所以我也到了 IEEE 的官网去查了一下，确认到 WiFi 7的标准最早能定下来也要到2024年，而零售端的无线路由器和网卡的普及能在2025年内搞定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未来的2-3年之内 ，WiFi 6E 依然会是最新的标准。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性价比再高，它也是一款3000块钱的无线路由器，它确实不在一般家庭用户的选择范围内。它更适合像我们这样子有着高速内网文件传输需求的工作室使用所以一开始我打算是放弃做视频的。直到我收到了这一个包裹我没有想到一个无线路由器它居然包装箱这么大这么重就让人很好奇它里面装了什么东西。这个开箱的过程应该会非常的有意思，并且它的造型本来就很有意思，就好像是一台无扇叶的风扇一样最终我就决定干脆来一期开箱异闻录吧。好，开箱之前先来称一下。8.1公斤，8公斤，这已经是一台小电脑主机的重量了那么接下来就来开箱吧。这里面还有一个带塑封的箱子，给它倒出来这也太夸张了吧！它这个外包装基本上就是将商品详情页上面的图片还有参数介绍给照搬上去了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我们继续来开箱吧。顶部有个提手，但是它被包在了塑封膜的里面，不撕开是提不了的。继续开。它是这样子的，这里打开之后。它就有2个盒子，然后上面写着先抽取这个保护层以及配件盒，就先把这个抽出来。内有配件，然后再抽取出产品，来抽一下。提这里没问题的吧？其实也没有那么重那是啥这么重呢？这里是没有东西的，剩下也没有了。这个底座里面也是空的，只有说明书以及一个方便你记住无线密码的一个标签纸这个是最开头抽出来的保护盒，这里写着内有配件，打开那就打开来看一下，是撕这里的吗？这个包装盒居然是破坏性的吗？作为盒控简直不能忍我还是想看看侧面能不能打开。好像还真不行这个包装设计的不行差评，这撕开了也还是拿不出来，还是卡住的，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吗？这充电器也不是很沉呢。这里面还有一条电饭锅线和一条网线 RJ45 的，没有了，就这么多。好，拼回去。这么大一个箱子就。总共就这么多东西，没有了。光这个包装就4公斤。适配器是12伏6安，也就是72瓦，带它自己带万兆的网卡、网线、带移动硬盘应该都是 OK 的。最后是本体。
当当，作为一个无线路由器来说，这个造型也是有够特别的了。最后这个本体的重量是3.4公斤。OK， 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伙 TP-Link 这个 XTR 10890的外观造型，一眼看过去还是非常的抽象的。下面这个底座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路由器的本体，里面装着 PCB 什么的，但是上面它还顶着一个塑料的大方框。这个中空的白色框框其实就是这台路由器的天线 ，TP-Link 把它叫做一体化阵列天线系统，下面还用小字写着采用天线隐藏设计这也能叫隐藏的吗？外面看不到一根根的线，它就算是隐藏了，是吧？后来我们倒是发现这一个框框它倒是挺适合放手办的。我们尝试放了不同的东西上去好像每一样都挺搭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手办展示架的底座，外面这一圈淡金色的应该是铝合金，手摸上去是凉的，上面有着比较细致的磨砂，感觉质感还是挺不错的。底座的顶部是开了一大堆散热孔的白色顶盖，本来白色就容易脏了，它还开了一大堆的孔，清灰地狱。底部也是差不多的设计，就连四周这个脚垫它都是白的。好在我之前看了拆解，里面没有风扇，灰尘应该不会往上跑，不太容易积灰的样子。从底座和这个框的缝中间可以看到，顶盖和天线之间有着面积比较大的连接，强度应该是 OK 的。剩下的四周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我们来看一看背后这一个 I/O 接口。首先是最基本的电源插孔和 reset 键，是个路由器都有的。然后是 USB 3.0 接口，可以插 U 盘和移动硬盘什么的应该带有简单的共享功能。电源孔旁边这个按钮不是开关，而是翼展按键，翼展是 TP-Link 加的 Mesh 功能。等于说这台路由器只要插了电，它就会一直保持开机的状态。虽然好像路由器确实没有关机的必要性。过来就是网口了，有4个千兆，一个10GB 的 RJ45 电口，一个10G 的 SFP 加光口。这些接口全部都是既可以做万口，也可以做LAN口，这个要好评，非常的灵活。你可以拿一个1000兆的接口去连宽带，然后拿着2个10000兆的接口连接内网，用来高速传输文件。你也可以拿着一个10000兆的接口去连接超高速的宽带，如果你办得起的话。最后这个是 Turbo 按键，是用来调节天线信号的强度的，但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它自己的规定。一般来说，信号最强也就那么强了。OK， 那么这个外观就看完了，我们给它装上去试一下吧。OK， 我们来拆掉用了快2年的 A*89x， 其实放到今天来看，它的性能依然是非常顶级的。过去2年用下来也没有什么问题纯粹就是想体验一下最新的 WiFi 6E 而已。这个体积刚刚好放得下，还行。来插线，宽带，对面的摄影室用10000兆电口，普通交换机用1000兆 NAS， 用10000兆光口，OK 可以了。插电这条线稍微有点短。好，开机，灯亮起来了。放着还行，柜子要稍微拉出来一点。就是这个电饭锅线要自己换一根长一点的，这送的也实在是太短了。才发现这里原来是有个指示灯的，然后这里好像已经开始脏了。顺便拿台电脑来配置一下，现在 Windows 11在 WiFi 这里会直接提示打开浏览器来进行设置，会直接进入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的。设个管理员密码。好，经典的问题又来了，我家的宽带账号密码是多少？他送的这张纸，它确实是有用的。终于找到了，现在的宽带好像都是不需要拨号直接获取 IP 的，我这个办得比较早。下一步，好Win Studio 设个密码 ，OK。Win 11连接了 WiFi 6之后，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弹窗提示，了解一下看看。一些基本的介绍没什么用。那我们来看一下 XTR 10890的后台管理页面。和100-200块钱的 TP-Link 入门款无线路由器其实是差不多的。当然，他们家的企业级无线路由器好像也是这个 UI。好处是界面比较直观，操作比较的简单一点，新手也可以比较容易上手。缺点嘛，一个是这个设备管理里面设备的 IP 没有一个列表一次性清晰的显示出来这么一眼看过去，我也不知道哪一台是哪一台。然后一些高级一点的功能，比如挂机下载或者是游戏加速器，我也没有找到，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第三方的固件可以刷。
已安装的应用看上去很多，但基本上都是现在的无线路由器必备的功能，只不过是它做成了应用的形式，以及也没有办法自己添加。它承诺的企业级功能行为管控，我是找到了有的啊，只不过我这边不太用得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路由器的重点 ，WiFi 6E 新增的6G 频段吧。6G 频段的开启还是非常简单的，在无线设置里面调整一下地区，这个选项就出来了。但是将它打开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整个工作室找下来，没有任何一台设备可以搜索到这个6G 网络。我们工作室里面确实有 AX210和 AX211这种支持 WiFi 6E 6G 频段的无线网卡，我这台 Framework 笔记本里面那一张它还是美版来的。根据英特尔的官方说明，你想使用 WiFi 6E 6G 频段，你需要安装最新的 Windows Insider Preview 测试版的 Windows 系统，同时使用最新的无线网卡驱动啊，这个可能也是测试版。所以我们就装了最新的开发版 Windows 以及最新的无线网卡驱动，然后完全没有看到6G 网络在哪里。2.4G 和5G 的频段都能搜到，就是完全看不到6G 的。听说 Linux 下的成功率会高上一些，所以我们专门去下载了 Beta 版的 Ubuntu 啊，使用了最新的无线网卡驱动，并且为了支持 WiFi 6E，我们手动编译了 WPA 的客户端，结果还是完全看不到6G 的频段。我们在 Ubuntu 下查了一下这张网卡支持的频段，里面根本就没有6G。但是我们去确认了 AX210这张卡，它确实应该是能支持到6G 频段的。终于，我们在英特尔的论坛上面看到一位德国的老哥也碰上了类似的问题啊，他得到的回复是这样子的：英特尔的无线网卡会自动从附近的无线路由器获取所在的地区信息，即使没有连接上。只要他发现自己不在6G 已经通过了的地区，他就会干干脆脆的把这个频段给关掉。并且这个优秀的功能不会受到操作系统或者是软件的控制，通俗一点说就是被 DFS 了。曾经最好的一次是我们刚刚更新完 Ubuntu 的系统以及无线网卡的驱动，就忽然发现能找到6G 的 WiFi 信号了，频率是 6.3 GHz 的。但是我们发现连接速度比较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笔记本离无线路由器的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就将笔记本放到了和路由器贴连的地方，再重开了一下笔记本的 WiFi， 然后这个接入点就不见了，所以速度没有跑出来，只剩下了这一张截图，并且从截图上面也能看到支持的频率只有 2.4G 和 5G， 并没有 6G 啊，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显示错误，还是说网卡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在哪里。然后我也去查了大陆行货的支持 WiFi 6E 的手机，他们的6G 频段全部都是没有的。部分海外版的三星手机确实是支持6G 频段的，但是难保它不会做出和 Intel 网卡一样的操作。所以即使你有支持6G 频段的硬件，目前想体验它也只有2种方法。一个是专门跑去支持6G 频段的国家或者地区，另外一个就是找到一个完全屏蔽所有其他无线信号的电波暗示，蹲在里面用。而以上2个条件我们都是没有的，所以这次就测不了了。我也花了点时间去查了一下，确认了 WiFi 6E 它对比 WiFi 6真的就只是多了一个6G 频段，主要是为了避开5G 频段的信号拥挤。所以，如果你想体验到 WiFi 6E 的好处，还得等你所在地区通过了6G 频段的审核才行。我这个无线路由器就是升级了个寂寞。不过，即使是在 WiFi 6的高端无线路由器之中，它也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型号，并且以后6G 频段开通了之后，它也是能用的，也算是一个占未来的选项。所以，除了6G 频段以外，它其他部分的性能我们也简单的测试了一下。首先，我们在2个万兆端口之间跑了 iPerf 3，发现上传和下载都是能达到 9.44 Gbps 的，所以它内部的有线转发速率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测试了通过 WiFi 6无线网络去访问连接在万兆有线端口上的 NAS10 的数据传输速度。这里我们取了2个点，一个是离路由器只有1米左右的近点，用来测试速度上限；另外一个是距离了4-5米且隔了幕墙的我的办公室，用来模拟更加贴近现实的使用情况。实测近点下160兆赫兹频宽的 5G1 能达到超过1000兆不少的速度。AX210 网卡的理论速度上限是 2.4 Gbps。不过看过我们之前做过的其他 WiFi 6无线路由器测试也能知道，想达到满速度条件非常苛刻。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 OK 啦。5G2 因为地区原因只能开到80兆赫兹，所以速度要低上一些，但也接近1000兆了。再远一点的且有阻挡的办公室里面，2个5G 频段的速度都会有衰减，不过还是能够满足国内大多数宽带的，就是 2.4G 的上传带宽衰减比较严重，可能还是干扰的原因。2.4G 频段确实是比较拥挤的。
做这些测试时，我们工作室里面的一堆设备依然是连接到了路由器上的，应该算是比较符合日常的实际情况了吧。接下来我们在摄影师这边简单测试了一下无线信号，拿 A789X 做了一下对比，我们挑了几个点，有隔着砖墙和铁门的，也有隔着玻璃墙的。在2台无线路由器的地区都设置到 CN XTR10890，默认开启了 Turbo 按键，也就是开启了信号增强的情况下，10890的信号比 A789X 要强上很多。注意这个 dB 是负值，所以数字或者说绝对值越小的情况下，信号是越强的。如果将2台路由器的地区都设置到 AUS 呢，那么信号的强度就非常的相近了。2台路由器算是互有胜负吧，胜也胜得不多那种。最后我们再将路由器的地区设置回 CN， 然后手动关闭10890的 Turbo 信号增强功能。这个状态下还是10890的信号要强上一点。所以 A789X 它的最大无线信号和10890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切换到 CN 地区之后，是为了符合规范而降低了无线的功率。而10890在开了信号增强功能之后，无线功率是否还符合规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手上没有比较专业的工具，也没有专业的环境，就无从解答了。最后我们用热成像仪测量了一下 XTR10890在开了几天之后表面的温度，实测正面跟底面都是50度出头，对人的体温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路由器平时放在那里也不用去摸它，所以也还行吧。这个路由器我们开了几天，用下来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因为高温而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以及天线上面是比较凉快的，所以手办放在上面应该也不会烫融化吧。更深入和复杂的测试，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不做了而且我们日常使用中也比较难碰上那些应用场景，以及谁还记得我们这其实是一个开箱的栏目。至于拆解嘛，因为无线路由器有屏蔽罩和粘上去的散热片，如果不拆的话没有什么好看的，拆开了就涉及到破坏性的问题了。而这个路由器我是要用的，还挺贵的，所以这次就先放过它吧。在 ACWiFi.net 上面有比较详细的拆解，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对于这款无线路由器，我在开箱试玩过以及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看法还是跟最开头的时候差不多。即使用不了 WiFi 6E，作为一款高端的 WiFi 6无线路由器，它的性价比还是 OK 的。在一个合适的价钱范围内，它将有线和无线的性能都做到了可以说是无线路由器中最好的那一个水平段位。外观造型一开始我觉得怪怪的但是后来发现它跟手办特别搭之后，就觉得也还不错了。至于无线功率符不符合规范这个问题，能卖出来应该也问题不大吧。就是稳定性方面，我是给它开了3频合一，3个频段开成了一个名字的 WiFi， 然后我们从穿羽绒服用到了穿短袖都没有出现很明显的问题。像什么连不上 WiFi 或者是连上 WiFi 但是上不了网又或者是5G 的设备错连成2.4G 频段这些问题印象中基本上都没有碰到过，也还算是挺稳定的了。所以像我们这样子有着高速内网传输需求的用户，这款路由器它确实是值得考虑的。我甚至想再加一台主 Mesh， 这样我们工作室租的2间屋子就都能用上万兆有线网络了。如果后续能给它刷第3方固件，再多增加一些功能，那就完美了。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希望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期再见，拜拜。